是小咪，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呢是如何在淘宝购物不踩雷。那因为双11快到了嘛，然后加上我每一次只要发淘宝影片，都会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在上面购物，怎么样比较不会买到失败的产品。那根据我这几年就是购物经验下来，我这次整理了5样，我觉得比较需要注意，或者是有些人一般可能购物不会注意到的小技巧来跟你们做分享。那在开始之前呢，请先拿出你的手机，下载淘宝的 App。像我 iPhone 的话是直接上 App Store 打淘宝，第一个就是了。然后如果你是用电脑版的话也 OK， 但是因为现在比较多人用手机来买东西嘛，所以我就今天会用手机的页面来做示范。首先第一个小技巧呢，就是严选店铺。淘宝上大家都知道有非常多不知道几百万家的店铺，那你要怎么样去从这些店铺中去找到他们的东西相对品质是比较好呢，送货比较快呢，然后整体来说评价是比较高的呢？我觉得有2个比较大的指标可以参考。好，先随便点进我平常有在逛的店铺，叫做果果家。那你会看到他们店铺首页的上面会有除了他们家的店家名称呢，然后它的图片旁边会有一个金色圈起来呢，这个就叫做金牌卖家。那金牌卖家不是固定的，它只要这间店的信誉良好，然后整体的营运状况都是还不错，然后销量也不错的话，它就会有金牌卖家的这个荣誉，所以它有可能是一直持续在更换的。但是如果你发现这一家店常常都是金牌卖家的话，表示它整体的评价什么表现都还不错，这是第一个指标。再来第2个指标呢，你可以点进去他们店铺的简介。店铺简介呢，里面有一些什么好评率啊、所在地、开店时间，这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你看到有3个描述相符、服务态度跟物流服务这3个指标，然后它旁边不是会有 4.7、4.8、4.7这3个数字呢？基本上它只要是红色的，表示它是属于一个优秀的状态。那如果你发现它是绿色的呢，表示它的评价开始往下掉，分数开始往下降了。所以说你在买淘宝的时候，你可以注意这3个指标，它是不是都是红色的，然后它整体分数也会稍微影响一下它的表现。满分是5分，你们可以做参考。那你们可以看果果家他们3个评分都是红色的，而且平均分数都有到 4.7、4.8，其实还蛮高的，表示他们家的整体营运状况表现都还不错。好，那我再来举一个例子，让你们知道怎样是可能表现比较不好的。那我打开了小海他们家的店铺简介，你会发现到物流服务那边变成绿色了，表示呢它的物流的可能速度或者是它整体在物流上的表现是大家评价相对比较低一点点的。那根据我自己经验呢，就是我常常有时候买了很多家，小海的确是它可能出货会是比较慢的一家，所以我觉得根据我买过这么多次经验下来，其实这个还是有它的一定的准度在。好，那初步了解一间店铺的营运状况跟整体的情形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第2个小技巧。第2个小技巧呢，就是照片要看仔细。照片我觉得是在淘宝购物中还蛮重要的一个参考标准。那我一样用果果家来举例，我从他们的最新品开始看好了。我逛了这么多家淘宝店铺啊，我发现他们蛮常会有3种情形。第一种就是他们可能是自己店家的老板娘或者是他们家的 model 去实穿实拍。第2种呢，他们就是会到各个地方去找图，譬如说可能韩国网拍或者是一些品牌官网之类的，然后直接拿别人图片来放在自己的网站上。那第3种，它可能就是只有品牌，没有任何的实穿。那以我自己购物为例呢，我自己是最喜欢看店家有实拍实穿照的，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最准确，然后你也会有一些 model 的资料去参考。那相对来说，你买到的衣服的品质跟整体的落差比较不会那么大。好，那我找了果果家他们最新即将在11号上市的一件羽绒外套，你会发现它这一套光一件衣服，它就至少放了5张实际穿搭的照片，那可能有正面啊、背面、全身特写等等。那你就可以第一阶段先从这些照片去看到说，这个衣服是不是我喜欢的版型，然后或者是说它的一些小细节有没有顾到。然后我其实不是很喜欢那种直接拿韩国网拍，他们可能是打版或者什么，然后放在他们网站上
张照片，因为那个通常都还蛮不准的，因为可能他们并不知道那个网拍 model 的真正的身形尺寸，所以你穿下来，你如果没有很了解自己身形，然后没有去看那件衣服本身的尺寸的话，非常容易买到那种可能长短不一、宽松、松紧不一的衣服。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要买，然后又很怕失败的话，最好从这种有实拍照的店家下手。再来第3个小技巧呢，是尺寸要注意。其实我觉得这不止淘宝，就是你所有买网络购物的时候，其实尺寸是还蛮重要的一个考量因素。那我们同样用刚刚那件羽绒外套呢，你可以把它往下拉，它会有图文详情，它会有附上尺码信息，然后譬如说它会有它的版型啊、长度啊、弹性，甚至它的衣服的成分。然后最棒的是，如果有实穿照的话，它会附上这个 model 的身高、体重，让你做参考。那我会建议大家，就是除了参考上面衣服尺寸或者是 model 尺寸的数字之外呢，你也可以有时间把自己平常的衣服尺寸稍微量一下。比如说，我觉得比较重要的肩宽啊、腰围啊，然后衣长啊等等，那你可以拿你现有的衣服去量，有一个概念之后呢，你比较好知道说，哦，这件长度，譬如说它是100公分，那就是可能比我现在这件现在穿过的裤子大概再长一点，或者再短一点。其实我觉得这样子购物下来是更不会失败，而且是比较有那个概念的。而且我觉得下半身尤其准，因为下半身你不能试穿的时候，你就要越了解你自己的尺寸，其实是越不容易买到失败的单品。再来第4个小技巧呢，就是买家秀，也是我个人就是逛淘宝中我觉得逛起来最有乐趣的一个地方。因为我一开始去逛淘宝啊，我就会觉得说大家一定好，就算他店家自己拍，他可能也都是会拍的美美的照片。但是呢，当我发现这个买家评论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个也太有趣了。因为他们会很常在你买的这件衣服下面做一些反馈，譬如说我收到之后，我觉得这件衣服它穿起来怎么样，好不好，坏不坏。然后甚至有些人还蛮大方的，会分享自己实穿的照片在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然后有些人甚至可能会留下自己的身高体重啊、买的尺码，给更多想要买这件衣服的人做参考。那我刚刚的那个果家其实是那件衣服，因为是新的还没有评论，所以我找了一个小丝他们最近出的一件红色格纹衬衫。单品往下拉之后呢，就可以看到宝贝评价，那你可以直接点开看全部评价，那你就会发现有些人会开始留言说，哦，这件很酷，加绒的，穿起来不会冷，很合适。秋天穿刚刚好，厚度可以，然后等等等等。那每一家有些会留评论，有些不会留评论。那如果你买了之后，你看了很久，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你要不要下手的话，其实你也可以从买家评论中去就是找出一些参考的方向。而且我觉得很好笑的是，有时候我一逛这件衣服，觉得天哪，也太骚了，好好看。然后一看了买家秀之后，就会大灭火，因为大家就可能会很真实的给出评论说，哦，这件怎么衣服可能穿起来很显胖啊，或者是实际质感没有照片中看起来那么厚啊，等等。就是我觉得它是非常血淋淋真实的呈现它衣服本来的样子给你们做参考。所以如果你前面几点都已经做好功课之后呢，你不妨也可以参考其他网友的意见。第5点也是最后一个小技巧呢，就是要多方比较。那这点是给就是你可能已经逛了一段时间，或者是你可能收藏很多店铺之后，一定会发现说，有时候可能 A 跟 B 2家店铺他们会出同样一件衣服。那这时候呢，你除了可以从价格比对上之外，你也可以去仔细看一下它的尺寸啊、它的质料，甚至它的买家秀的评价怎么样。因为你可能会想说，为什么2件价差这么大？可是可能是因为便宜的那件它的质量比较差，或者是质量比较薄等等，所以这些都是要多做比较的小细节。还有一点就是，如果当你发现很多家都有出同一款衣服的时候呢，如果你不喜欢跟大家大撞款的话，你就可以尽量避免去买这件衣服。好，那以上就是这次跟大家分享5个在淘宝上购物不踩雷的小技巧。那当然并不是说你知道这5个小技巧之后，你踩雷几率就是0，但是我只能尽量根据我的经验，帮大家把买到雷品的几率降到最低。毕竟我觉得就是它跨海送过来，你可能要退货啊，要去处理这些事情，都会比你直接在台湾买网拍还要麻烦许多。那如果你是完全的淘宝新手，想知道我要怎么在淘宝上开始购物呢？我之前有发过一篇教学文章，我一样把链接放在下面，你们可以先参考之后，然后逛一逛有概念之后，你可以再来回头看这支影片。那希望这支影片可以帮助到所有需要的人。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话，别忘了帮我按个喜欢，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可以点这边。我们下次见啦，拜拜。